这个桩是有点年头的商品桩，朋友送的一棵朴树，杆的外形还可以，根系很丰满，把根简单的修剪了一下。这个桩的出枝位不是很好，核杆有点高，从这里或者是这里把它截掉。这种香奈凹面容易出枝，而这种恰恰是盆景造型中最不需要出枝的地方。在盆景造型中，枝的取舍，香奈凹面生长的枝和叶下枝是一个道理。理想的出枝点应该是树干向外突出的位置。盆景造型中确定这种出枝的方法，一是源于树的自然生长规律，二是外突未出枝，会让树形更为舒展，更符合盆景的审美。这个树桩顶的位置一对平行枝，用这个枝接顶，节点膨大，很不自然。锯下来的这个枝留着扦插，这种香奈凹面的枝生长再好也不要留。出枝选择在干突出的部位是最为理想的。把这种生长在香奈凹面的枝都拿掉。商品桩的特点除了树形基本一致，对出枝点的选择一般是以块为目标。拿掉了这些枝，这一面基本上无出枝了，只能对它进行补枝。在补枝前，先把主干的拔瘤去掉，主干完整的外形看上去更为健康。朴树的愈合能力强，修剪好先抹上愈合剂，干了之后再贴上锡箔纸，愈合会更好。补枝可以采用转动穿枝的方法，这种补枝的方法是最自然的，还有靠解的方法。这个树没有多余的枝条，今天只能对它进行嫁接补枝。如果嫁接不成功，等枝长出来之后进行转动穿枝。像这种嫁接要选择有角度的枝条做接穗，在嫁接点切一道口，切口不能太深，能保证皮层不断裂就可以。接穗插进去，外侧的皮层要对齐，把它包紧，最后把接穗套在宝石。像这些枝盘也要进行重新培养，这些庞杂出来的枝盘缺少过渡。这种枝盘最终成型还是采用续剪的方法，只是要的时间比较多。对于这种树的改造很难一步到位。现在看这个节顶还是有点高，根据出枝的情况再把这个高度降低。像这种大树型的树桩改造，重点是它的出枝位。最低的出枝位，从理想的角度讲，一般要位于树干总高度的1/3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黄金位，这样会让树干在视角上更有力量感。其次是出枝的分布，从顶部往下看，呈人状分布是最为理想的。对到手的商品桩怎么改？可以改成大树形，也可以改成斜干，或者是单面出枝的风吹形。改还得依据树桩的具体情况和个人的审美角度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我是三七龙茶，下期见。